住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的医生声称，他曾接触过许多患有可口可乐嗜好症的患者。他提到，那些每天喝8、10、15甚至20瓶可乐的年轻人，他们的心脏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而彼时，6盎司约等于180毫升可口可乐中含有76毫克咖啡因，而一杯单份浓缩咖啡的咖啡因含量约63毫克。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让我们继续来聊1911年可口可乐咖啡因诉讼案。上期说到，时任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哈维 ·W. 威利对可口可乐发起诉讼，一时间成为全国焦点。政府的律师团由田纳西州东部地区的美国地方检察官 J.B. 考克斯以及他的助手 W.B. 米勒带领，而他们要面临的是亚特兰大最富经验的法律团队，由坎德勒的弟弟约翰·坎德勒、汤姆森和赫西组成的可口可乐法律顾问团。政府律师团主要强调2点事实：第一，可口可乐中含有被认定为人为添加并有害健康的物质咖啡因；第二，可口可乐名称不符合事实，该饮料中并没有含有所暗示的古柯叶成分。PS 其实是有的。而可口可乐的优势在于，政府的诉讼团竟然在可口可乐发家之地展开这场斗争。查特努加市的人们深爱着可口可乐公司，因为这里孕育了可口可乐的瓶装厂，解决了当地就业以及经济问题，并且这里也是一座非常反感政府插手地方的南部城市。为了得到地方陪审员的支持，种族问题成为政府律师团大肆渲染的焦点。他们的证人，食品和药品监察局的 J.L. 林奇声称，1909年7月在亚特兰大地区的糖浆生产厂看到黑人厨师汗流浃背地咬着烟头，拿着脏兮兮的大勺在黑漆漆的锅里搅拌混合物。政府律师团相信这种严重触犯黑人种族隔离法的行为会让南方的陪审员作呕，并使他们从心底里产生对可口可乐的厌恶。随着政府律师团传唤了更多证人，人们对可口可乐的担心和恐惧开始不断蔓延。住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的医生声称，他有许多可口可乐嗜好症的患者。他提到，那些每天喝8、10、15甚至20瓶可乐的年轻人，他们的心脏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地区的医生路易斯·勒罗伊自己也承认对可口可乐是瘾成性，每天会喝上半打可口可乐。半打就是6瓶，每瓶76毫克咖啡因，一天摄入量就是456毫克。对于每天在10瓶以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咖啡因中毒了。只是在1911年，公众对于咖啡因中毒还没有过多的知识体系，大家对于食品安全关注点在于来源是不是天然的、纯粹的、无人工添加的。政府的律师团又拿出2名药理学家对兔子和青蛙进行实验的结果。兔子和青蛙在服用了一定剂量的可口可乐糖浆之后，猝死在了实验室中。对此，可口可乐辩护团声称，兔子服用了超过合理用量范围的糖浆，即使是一个成年人服用此剂量的糖浆也会产生身体上的不良反应。双方激烈的争论陷入僵局。可口可乐的律师团意识到，他们如果能够证明可口可乐的商标没有误导，并且能够证明咖啡因不是人为添加的成分，那么他们就能绕开咖啡因是否有损身体健康的讨论。在案件审理持续到23天的时候，可口可乐律师团向法官提出让政府律师团撤销指控。他们指出，政府根本无法提供可口可乐存在商标误导，人们在饮用时就已经知道该饮品含咖啡因。至于是否存在人为添加的成分，似乎很难界定。几天之后，法官示意陪审团对可口可乐公司给予支持。可口可乐立即将胜诉的消息通过新闻界大肆宣扬。为了挽回声誉与经济损失，在芝加哥和纽约地区，可口可乐免费发放印有可口可乐公司在查特努加市审判过程中的辩护宣传册。但是，政府的法律团并没有放过可口可乐，他们不断地上诉州法院。5年间，人们已经对政府与可口可乐之间的扯皮不再关心。因为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的战争吸引了美国公众更多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再次面临供应链危机，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原材料紧缺。1912年，咖啡因的国际价格一直在每磅3.22美元上下浮动，但是战争爆发，1916年每磅已经高达17美元。同年，他们另一个危机是，政府律师团决定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期间，可口可乐总裁阿萨坎德勒成为亚特兰大市的市长，新一轮的较量又将拉开序幕。
联邦首席大法官推翻了州政府的判决。他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逻辑十分荒谬。如果只要制造商们能想出与众不同的商品名，并按照配方来制作销售，就能合理合法，那会让制造商不受法律约束，将砒霜加入食物中。他提议应该将案件改成咖啡因到底是不是有毒有害的人为添加物的问题进行再审。这番言论简直又给可口可乐公司雪上加霜。面临着咖啡因紧缺，联邦法院的指控。1918年11月12日，可口可乐公司同意将可乐中的咖啡因含量从76毫克调至38毫克。可口可乐公司的这一决定，让政府律师团不再纠结于可口可乐的咖啡因是否对公众健康有害，并将没收的糖浆桶归还给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咖啡因诉讼案的风波终于平息，而可口可乐还在继续解决着其他的危机。而咖啡因会不会给可卡因和可乐果背了黑锅呢？1929年左右，可口可乐在加入古柯叶添加剂前移除其中古柯碱成分。由于可乐果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亚硝基化合物，为了避免引发癌症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为了降低成本，可口可乐在1955年停止使用了可乐果。在咖啡因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提过，是毒是药全看量。爱喝咖啡的小伙伴也要量力而喝。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于这场近代咖啡因抵制案，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